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码电竞。LCK 职业联赛昨天进行了 S13 全球总决赛第一场区域资格赛的比赛，最终 KT 战队是以3-1的比分成功击败 HLE 战队，率先拿到了一张通往世界赛的门票。HLE 方面则将会等待 DRX 与 DK 之间的胜者，争夺第4个晋级世界赛的席位。今年 LCK 也是上演了一个魔幻剧情，目前已经晋级世界赛的3支战队中，只有 T1 战队中单选手 Faker 曾经拿下过世界冠军， T1 的其他4人则是和 Faker 一起错失了在去年世界赛夺冠的机会。 GEN 战队队内5大选手也都未能拿下过世界冠军， KT 战队方面也都没有拿下过世界冠军的选手。3支晋级世界赛的队伍只有1个世界冠军，而后面竞争世界赛席位的3支战队中却有8个世界冠军选手，其中 HLE 战队中的上单 Team， 中单 Zika， 下路 Viper 是冠军选手， DK 战队的打野 Canyon， 中路 Showmaker， 下路 Deft 是冠军选手， DRX 战队的辅助 Barrel 和替补打野 Juan 是冠军选手。8个冠军选手将会竞争1个世界赛的席位，可见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之下，选手的实力也是大相径庭。值得一提的是 LPL 这边也曾经上演过类似的剧情。 S10 全球总决赛上， FPX 和 IG 2大世界冠军队伍均未能晋级世界赛，当时 FPX 和 IG 队内共有9大冠军选手。冒泡赛上 FPX 和 IG 率先打了一场， IG 胜出之后面对 LGD， 结果当时还在 LGD 战队效力的打野选手小花生野区直接完爆宁，最终帮助 LGD 拿下了4号种子的位置。当时的版本是野和版本， IG 和 FPX 2支战队大树和二叔全都不会玩野和，加上队内选手状态也不好， IG 那时候的 Shy 还处于走火入魔状态， FPX 曾经最擅长的体系打不出来，就都没进世界赛。回到 LCK 的相关讨论，去年拿下世界冠军的 DRX 战队5个冠军选手，目前最多只能有3个选手晋级世界赛。目前打野 Pylezik 已经在北美赛区率先拿到1个名额，而现在 Zika、King Ian 所在的 HLE 以及 Barrel、Juan 所在的 DRX 最多只能有1支战队晋级世界赛，也就是说 DRX 去年的冠军阵容最多有3人晋级。目前观众比较看好的是 HLE 战队，去年英雄联盟历史最强黑马 DRX 夺冠，可以说引起全世界观众们的热议。这支战队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不断逆袭拿下了冠军，但很多观众认为这支队伍之所以能夺冠，是吃了版本红利的同时，还得有巨大的运气成分和意外因素加持。个人认为 DRX 的夺冠的确运气成分拉满，存在巨大的偶然性。首先 DRX 淘汰赛连续打的2个对手 EDG 和 GEN 都有队内选手患病发挥失常的情况，圣枪哥患病发挥失常， EDG 其实就差一步淘汰 DRX。GEN 方面 Covey 打出了突破下限级别及其拉胯的个人表现，输给了 DRX。 再来就是版本相关，去年世界赛打野选手普遍表现不好，版本倾向是 Barrel 研发出一套特殊的下路打法战术，取得非常好的效果，让他们在版本方面占据了先机。同时 Zika 和 Kingjin 2人也是迎来了契合自己的版本，如今看来2个选手更像是特定版本的绝活哥。 Kingjin 现在成为 HLE 队内短板， Zika 发挥也不亮眼，看起来都不像是能吃透各种不同版本的真正顶级的选手。最后分析一下 LCK 冒泡赛的3个队伍，谁能拿到最后1个世界赛名额？作为观众肯定是希望看到元神哥所在的 DRX 进入世界赛，不过他们的可能性最小。首先是元神哥没那么多鬼点子了，其次是阵容不行，理性来看 DK 战队可能性很大，无论哪个版本中野都是重中之重，所以 DK 中野只要发挥出来，他们希望最大。希望这8个冠军选手都能重回巅峰，给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冒泡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你们觉得今年 LCK 队伍实力怎么样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